来潮沙咖，我是巧儿。最近天气很热，你的鲜奶油打不起来吗？今天呢，就是要跟你分享如何在炎热的夏天也可以打出稳定、细致、充满光泽的鲜奶油馅。另外，还有一个大招，如果你是新手，或者是你很害怕鲜奶油抹面的话，今天要跟你分享如何不用抹刀就可以做出很漂亮的鲜奶油蛋糕。那我们就开始吧。那第一个呢，我们就用什么都不添加，纯粹动物性鲜奶油来打。那你记得买的时候选这个35% 的乳脂肪或是以上。然后鲜奶油呢，不管你在什么天气打它，我都建议要垫冰块来打。你在的室温呢，环境温度越高，你用的冰块量就越大，不要省冰块吼。然后你要记得鲜奶油什么温度打发呢？太难记，你就记得越低温越好。所以我们希望呢，能够维持大概4、5度，就是它在冰箱里面的温度，那样是最理想的。市面上有分植物性跟动物性鲜奶油2种。植物性的优点是容易打发，线条比较明显；缺点呢是添加物多，然后牛奶的风味来自于人工香料，吃起来会有一种甜腻感。相较之下，动物性鲜奶油吃起来清爽，有浓郁的奶香味。虽然操作上呢要多注意，但是换来的美味是值得的。那今天的影片呢，就专注讨论动物性鲜奶油。有一点纹路，拉起来这样子，会有一个小尖角。这个呢是适合抹面还有挤花的发度。那如果我们现在是要做夹馅的话，建议你可以多打一点，把它打到硬挺一点，比较适合拿来夹馅。像很多人会喜欢加一点利口酒嘛，增加它的风味，譬如说香草精。那建议呢，就是不要一开始加，等你鲜奶油已经打发的时候再加，因为酒精有时候会妨碍它打发的时间。假设我们现在加一点香草精的话，最后再加。现在看到这个发度呢，就是我们待会用夹馅比较硬挺的这个发度。哇，漂亮哦！如果呢，你对原味的鲜奶油没有很有信心的话，那接下来就是好玩的地方了。介绍2种方式可以让你打出来的鲜奶油馅更坚挺、更不会塌，那就是你可以选择在里面加入 cheese 或者是希腊优格。那希腊优格的话呢，它会让你的鲜奶油馅稍微有点偏酸，所以如果你是做水果类蛋糕，其实我觉得还蛮搭的。你也可以加奶油乳酪，不过它会让你的鲜奶油馅变偏咸一点点，所以就看你当下怎么搭配。那我最推荐的是它mascarpone， 它就是做提拉米苏的那个 cheese。那我觉得它呢，就是味道很清爽，很奶味，然后跟鲜奶油本身就很搭，然后也是非常百搭的一个馅。那我们待会就用它来做。那马斯卡彭呢，大概30% 左右，所以100克鲜奶油你可以兑30克的马斯卡彭。那我看到呢，我这一次没有垫冰块了，我用的是这个冷凝钢盆，它里面有冷却剂，所以你只要在打发之前呢，先把它放进冷冻库里面，让它完全冷却。就有帮助待会降温的效果。哦，已经有点纹路了，快好了，快好了。8度，现在拉起来呢有点小尖角，然后鲜奶油看起来是有光泽部分，这个就是我们抹面最佳的浓稠度。不过我们现在要用夹馅嘛，所以稍微再打硬一点点。打到呢，你觉得很有阻力，然后线条很明显，就差不多了。哇，看起来呢有点像冰淇淋的感觉，像吃蛋卷冰淇淋。刚刚呢是加 cheese 嘛，那我现在介绍第3种会让你鲜奶油更稳定的方式，就是加它 Whip It 鲜奶油的稳定剂。不要看它这样子好像很化学，其实它材料呢很单纯，只有3样。第一样是葡萄糖，就是糖嘛。那第二个呢是修饰淀粉，那它主要是可以抓住鲜奶油里面的水分。
让它分离。然后第3个呢是磷酸3钙，那是让玉米淀粉不容易结块。然后不要因为觉得它很像玉米淀粉就加它哦。玉米淀粉呢加在鲜奶油馅，因为没有煮过，吃起来会有一个奇怪的粉味。但是 Whippet 就不会，它吃起来呢最后味道是非常干净的，没有杂味。还是要加一点糖，因为本身呢糖不够多。那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可以看到它打发的速度比较快。那刚刚加cheese的话，其实打的时间是比较久的。那 Whippet 的话呢，就蛮快的。原味 mascarpone Whippet。那现在来做个试吃比较，先吃原味的。入口即化，以它为基准呢，我们来做比较。那这是 mascarpone 的，吃起来呢稍微比较厚重一点，然后一种淡淡的 cheese 味，也是很好吃。那再吃 Whippet， 一样非常清爽，入口即化，跟原味的几乎是一模一样。味道测试完之后呢，我现在来做持久力的测试，把它放在室温一阵子，看这3个呢，它最后的状况会是怎么样。现在挑战呢，在超热的户外来打发鲜奶油。也是可以成功哦。如果不小心打过发，鲜奶油这样看起来有点花花的油水分离的时候，没关系，不用担心。再加一点点鲜奶油，就可以把它补救回来了。没够，你在干嘛？没够，没够，下去，拜拜，下去了。看，就好喽，恢复光泽。放户外2个小时后，这3种鲜奶油其实都维持的蛮好的。真的要鸡蛋里挑骨头的话，原味的鲜奶油则是有点分离。mascarpone 的版本它花纹有点变软 ，Whippet 状态几乎没有改变，厉害。抹面之前当然有个蛋糕啊，那我现在做一个好吃的海绵蛋糕。快速做个6寸海绵蛋糕，这个配方比一般的海绵蛋糕更湿润绵密。准备工作：面粉过筛，模具内称烘焙纸，全蛋2颗，多加1颗蛋黄，加糖打发。打发好的状态是面糊拉起来，这个痕迹不会消失。最后用低速回一下，让气泡变小，这样蛋糕的组织呢才不会毛孔粗大。真希望我的毛孔也可以这么简单的变小。加入面粉拌匀，另外一盆是融化的奶油跟鲜奶油，油脂会导致面糊消泡，所以先将小部分的面糊跟它拌匀，做牺牲打，再跟大部分的面糊整体拌匀。倒入模具。请原谅我的微编纸皱不拉几的，刚好在抽屉的深处发现它。烤温是175度，烤35分钟完成。跟你们说一个秘密，很多甜点店啊，因为怕草莓发霉，其实他们都不洗草莓的。我以前呢工作过2家，一家有洗，一家没洗，是老板跟我说不要洗，他说这样很容易发霉。那比较有良心的人洗。这是装饰蛋糕用的。蛋糕平均切成3等份。
每一片淋上1大匙左右的酒糖液，糖跟水的比例是1:2，然后你可以加一点莱姆酒或是手边有的橙酒都很不错。刚开始有提到夹馅用的鲜奶油要打得比较硬挺一点，分量上呢能盖住草莓就好。那我知道亚洲的草莓产季时间都是冬天，但加拿大呢反而是夏天，所以今天我们用的是在地的魁北克草莓，非常香。放上最后一片蛋糕后，可以用平的盘子压一下，让蛋糕更平整。夹馅完成，接下来是最刺激的抹面。这时候可以多加一点鲜奶油，让刚刚打的比较发的鲜奶油变得更滑顺，适合抹面的浓稠度。这个做法不需要抹得很均匀，只要确认有把蛋糕充分盖住就可以。今天呢，说好不要用太多抹刀，那可以看到现在蛋糕呢，就只有被鲜奶油cover 住，你真的不用抹太细，随便抹一抹，只要看不到蛋糕就可以了。然后我现在教你一个大招，把接下来蛋糕给完成，就是用它印围边纸。好，现在要开始咯，非常简单。这是对新手最友善的鲜奶油蛋糕做法，轻轻的把围边紧贴着蛋糕，一边围一边把气泡给推掉。这里用的是8公分的硬围边。有一些小气孔啊，按不掉的话，可以拿一个竹签，然后稍微搓一搓，就没了。修一下。接缝处的部分呢，用一个双面胶或是胶带把它粘起来。好，再把表面剩下的空隙用鲜奶油补起来。对我来说，抹面呢最困难的地方是在如何抹出漂亮整齐的直角，很容易纠结，这里抹不平啊，那里抹歪了，抹来抹去，除了花很多时间修整之外，鲜奶油呢会在反复抹面的过程当中变花变分离。那今天介绍用围边替代抹面的方式，又快又简单。最经典的草莓蛋糕样式，插上晶面果胶，点上金箔，不仔细看看不出来这是用围边做的蛋糕吧？今天介绍了让打发鲜奶油更持久、更稳定的方法，以及不用抹蛋糕就可以完成一整颗鲜奶油蛋糕的捷径。现在是 bonus 的时间。第一个，拆围边之后蛋糕会变形吗？不希望变形的话，将蛋糕冷冻后再拆掉围边，就不会沾黏鲜奶油了。不介意的话，冰冷藏就可以。第二个，买不到草莓怎么办？可以用其他的水果替代哦，请小当家示范一下。第三个，现在要去朋友家，我想说带蛋糕跟他们一起分享。然后你看呢，蛋糕有围边，非常的安全，完全不用担心。
有微边的好处就是转移蛋糕的时候呢，特别的轻松。市面上买到的蛋糕几乎都是植物性鲜奶油做的，能吃到入口即化一点都不腻的动物性鲜奶油蛋糕实在是有点奢侈的事啊。今天这颗蛋糕美其名是要分享鲜奶油的技巧，主要的目的是我自己想吃啦。7月生日的我很难吃到草莓蛋糕呢，这个小小的心愿终于满足了。明年就要迈入40岁了，怎么办？我想要当永远的30岁巧儿，拜。